大家好，这里是路人明明的频道。今天这个视频要说的是孙悟空。孙悟空作为家喻户晓的中国神话人物，他法力通天，可上天入地，上刀山下火海。在故事前期，他只是一只天生地养的石猴。在学成归来后，孙悟空佩戴齐天大圣的称号，在他的通天本领下，几乎没有难不倒他的事情。从新手 BOSS 混世魔王开始，到大战二郎神，一路换地图闯关，从闯龙宫、闹地府到大闹天宫，几乎没有吃瘪的时候。在路上取经的他披上孙行者的马甲，上线后偏偏却屡屡吃瘪，时不时需要到天庭灵山走一趟搬个救兵。究竟是他在五指山被封号500年，取经路上的妖怪本领滔天，跟不上时代的变迁，还是孙悟空的名声与本领名不其实？根据坊间流传，我这里总结出2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，孙悟空的战力远超其他妖魔鬼怪，只是取经路上没有全力发挥。孙悟空心里清楚地知道，取经需要经受9981难，才能功德圆满，所以才尽量不发挥实力。只是面对不熟悉的法宝和神通，偶尔吃瘪。明明对战天兵天将都在用金箍棒横扫八方，可大可小，变化万千，充分发挥出法宝的作用。可是在取经路上起不来了大作用，也只是一根趁手的棍棒。孙悟空打的最后一个妖精是玉兔精，打玉兔时也是和前面的许多妖怪设定那样，开始和玉兔不分胜负。但这时孙悟空将金箍棒变作千千万万，瞬间打退玉兔，以此作为孙悟空西天路上实力的终结点，给孙悟空的实力在这里画个句号，让我们清楚地看清孙悟空实力的强大，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和许多妖精打得不分胜负。第二种说法是，孙悟空的一生都是被安排好的阴谋论，从出生、拜师学艺，从龙宫、地府到天庭的所作所为，是为了筹备西游。他如同是被捧上舞台的猴子，让他成为西游的主角，其目的是为了在中土宣扬佛教。我们先看看取经天团的背景。猴子是来自于开天辟地产生的仙石孕育而生，这块仙石可能大有来头。网络上的猜想是来自盘古大神开天辟地后的遗留，或是女娲补天后的仙石。如同《封神演义》中周代商是天命所归，猴子的出身表现出不平凡的一面，似乎被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。出海外拜师的过程十分顺利，仅仅靠着木筏就成功渡海。而孙悟空的师傅更是疑点之一。菩提祖师在故事中是精通诸子百家、精通3教的世外高人。可疑的是，明明他已经知道孙悟空会闯祸，还是教他一身本领，给他溜达专用的筋斗云和避灾用的72变。从此以后，菩提祖师再没有出现过。再者，猴子有着极高的修炼天赋，短短修炼不到数十载就修为登顶，要超一般精怪修炼所需的时间。作为妖怪门面的7大圣，可以和猴子一战的寥寥无几，只有作为大哥的牛魔王可堪一战。很显然，他的背景和天赋是很容易入佛教的法眼，物色成为取经人的候补，从零开始培养斗战胜佛。再看看取经天团的其他成员，唐僧是如来安排下凡的弟子，金蝉子是如来的亲传2弟子，据说因为轻慢佛教被贬下凡，在下凡后实施修行，最终在第10世修成正果。本来东土大唐所在的南丹部洲坏人居多，需要教化此地的众生，恰好可以委派这个不听话的弟子到东土传教。因此有一种说法，指菩提祖师的身份是佛陀10大弟子之一，须菩提
如果这一切是真的，那孙悟空的拜师都是被安排好的，而猪八戒和沙和尚可能是来自道教和天庭的关系户。在民间，天蓬元帅是道教护法神，沙僧是负责保护玉帝的贴身保镖，他们分别都在取经前被贬下凡。卷帘大将在古代是负有保护皇帝安全的职责，所以沙僧这个卷帘大将在一定意义就是玉帝的贴身保镖。要不是事先有安排，沙僧会因为失手打碎了一个玻璃，就要被明正典刑而被贬下凡吗？由此可见，他们是安排在这个团队的沿线，等待天蓬元帅喝醉酒，卷帘大将失手打碎了琉璃盏后，就是准备西游的时机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为此9981难准备就绪，神佛们的宠物童子、坐骑，通通都下凡闯祸了。81难不够，则安排自己家的童子坐骑来筹旗。作为贴身装备的法宝都看管不牢，任意让童子、坐骑随意拿下凡来为难师徒4人。再谈谈孙悟空的经历。说到孙悟空闯过祸的事情，他被抓入地府也看起来十分蹊跷的。猴子已经从菩提老祖学会了长生之道，怎么还会被勾魂？看到生死簿写着孙悟空乃天产石猴，该寿342岁，善终。如果修炼有成的孙悟空寿命只有342岁，那也太短命了。如此看来，孙悟空成佛之路是早都被人安排好的，只苦了龙王、阎王这些个等级低的神仙，挨揍丢人又没好处。再说到猴子在地府之举，难道地府和天庭并没有可以阻止孙悟空的高手吗？阴曹地府的职人员分布是这样的：地藏王菩萨为首，然后是北阴酆都大帝，之后有五方鬼帝，接下来是十殿阎罗王了。而作为3界之首的天庭，更是高手如云。根据道教记载，同样神话背景的《封神榜》或镇元子的故事中，都提及到3清的存在，即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、太上老君。在孙悟空试图拜会镇元子偷吃人参果时，正好镇元子是应玉清元始天尊之邀，到上青天弥罗宫去听讲混元道果。然后是位居3清之下的4域，然后还有五方神帝，而昊天至尊玉皇上帝是4域之一。如果不是早有安排，试问以玉帝的权威，在天庭看着这么一只猴子踏上凌霄宫，而不觉后患吗？回想起来，在猴子出生之际惊动天庭后，顺风耳和千里眼曾经把石猴的出生告知玉帝。玉帝是这么说的：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，也就是钟灵毓秀的产物，不足为意。正是玉帝的这个答复，一锤定音，才保得孙悟空平安无事。很巧妙的是，大闹天宫的过程，孙悟空把王母的蟠桃吃光，再偷吃太上老君的金丹，怎么可能天庭偏偏安排一只猴子去看守蟠桃？然后那么巧合，太上老君不在殿内的同时，还毫无防备地放着已经备好的金丹，让猴子吃完后有金刚之躯。之后的太上老君便主动请缨，要把孙悟空丢在八卦炉里炼化。总不可能太上老君阴差阳错，无意帮助猴子炼成火眼金睛。要知道，太上老君是道教3清尊神之一的道德天尊，在《封神演义》是所有神仙的师伯师叔辈分，这个炼化的成绝对有意在帮助猴子的嫌疑。金刚之躯和火眼金睛怎么看？似乎霍西行的保镖一直非常匹配，不惧绝大部分伤害的防御力和识别真伪的眼力。因此，作为阴谋论的一环，孙悟空的战力是有水分的。要知道，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，
可以随意打发10万天兵天将，所以他面对区区凡间的妖魔鬼怪才会频频吃瘪。他分别对各种妖怪的本领、诡计、法宝、神通吃闷亏。我们先细看猴子在取经时的平局和败绩。和黑熊精打得平分秋色，只是黑熊精体力不胜，打到天黑就躲回洞穴。黄风怪的3昧神风，孙悟空被吹到7上8下，只能冒风而逃。接下来的败绩是镇元子，镇元子的神通袖里乾坤，白骨精的诡计，让取经天团被耍得团团转。当然，还得加上猪八戒煽风点火的功劳。然后是金角银角的法宝，被捆仙绳绑着，被紫金葫芦困住。红孩儿的3昧真火，青牛怪的金刚着，蝎子精的倒马毒折。面对6耳猿猴的一身本领，战绩平手。铁扇公主的芭蕉扇，牛魔王战平，只能和天庭联手对付。黄眉大王的金帛和人种带，武功精的神通金光罩。青狮白象大鹏不敌3魔联手，只能联手如来文殊普贤，最后菩萨把他们收为坐骑。90元胜的9头擒拿，胜109场败26场，平8场上风1场无果12场，败绩中12场被法宝击败，5场被群战击败，对战中屡屡被法宝、神通、本领克制。我们先分析孙悟空的战力构成。拳脚和手上功夫可以打败极大多数妖怪，少数可以和孙悟空打得平分秋色，如牛魔王、6耳猿猴，顶尖的防御力，有着金刚之躯，不怕刀砍斧剁、雷劈火烧。少数法宝和神通才能克制，如控制类的袖里乾坤、人种带、紫金葫芦和芭蕉扇、倒马毒折、3昧真火。结论来看，猴子可以说是顶级战力，但是不至于天庭也束手无策，只能搬救兵请如来来降妖。似乎佛教的打算是把猴子培养成全面性的6角形战士后，就引导他成为取经人的大弟子。话说回来，很明显佛教已经事先和天庭、道教串通好，事先对西游做出相应的安排和收尾。先不说他们是有意安排取经天团，还是机缘巧合有人顶风犯错。在串联《西游记》后传的故事，无天佛祖成功取代如来称尊灵山。如果不是如来事前把充满野性的孙悟空驯服，让孙悟空自我牺牲化作五谷舍利，配合其余16颗舍利将其消灭，相互对照后，可以想到如来佛祖是够心黑的。在这个版本中的孙悟空，纵有一身本领，终归是如来佛祖的一个棋子，逃不出如来的五指山。孙悟空只能表示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有什么想讨论的欢迎留言下来，最后别忘记点赞和关注。